好，我是吴丹勇，大家都叫我丹勇。我是一个心理咨询师以前也做过社会工作。我从事性少数以及他们的亲友有关的服务已经有2025减11，我已经做14年了。两个事情对我很大的触动，一个是我的很重要的朋友是同志，我们认识了很久，这位朋友才告诉我他的性取向，我就会想问一个问题，是什么让他没有办法可以在当时告诉我他真正的痛苦？我跟他是这么好的朋友，是什么隔绝了我们呢？在我的亲属里面也有这样的情况，而且就是家里人很难接受，我就想不通，就是出柜就怎么了？出柜你就告诉他就好了呀。出柜应该是很简单的事情，就是你为什么不讲呢？你讲就可以了。就当我身边只有2-3个同性恋的朋友，当他们向我倾诉跟出柜有关的苦恼，我都不能够理解他的这个但是。这个问题我不甘心。如果这个社会这个环境是这样的，那他不会是唯一一个，我也有可能没有办法支持到以后我认识的很重要的朋友，他们可能会向我隐瞒他们的性取向或者是性别的认同，使得我们会互相隔绝。我很难接受，我不希望生活是这样。我是爱我的朋友的，我会希望我能够帮到他。直到有一个契机，就是我在香港读社会工作的硕士，然后有机会跟着同学一起看一个放映会。他说这个放映会是跟同志有关的，然后就在想，我也想知道一下什么同志的一些事情结果这个放映会呢，就是讲同志的父母怎么接纳他们的孩子的，回应了我的疑问，就是到底难在哪里？然后一听，哇，好难每个人的故事都很不容易我听了要掉眼泪这样子。他们说着说着，他们也掉眼泪我就跟老师说，你能不能把我派到这个单位？我非常需要到这个单位实习。结果在最后的时候，他真的帮我争取到了，我非常感谢这个老师，因为他让我去服务到了我真正想服务的人。而这个也是我们做助人工作很重要的，就是你总有你的志向，你总有你最想关注的人。这个工作经验呢，就帮到我很多，从宏观上去知道他们痛苦的事情是什么，艰难的事情是什么。在微博上面有关注一个叫做吴幼坚阿姨的一个微博，在我了解了我的朋友们的情况之后，我也尝试去看一些同志有关的影视作品书都是很凄风惨雨的。就我们来想一想蓝雨那样的故事，就是不断的在上演结果有一个阿姨走出来说，不是我孩子就是那又怎么了吴幼坚是我国最早在媒体上面公开说我的儿子是同性恋。那么他的故事给我很大的震动，一个退休的阿姨应该过得怎样的灿烂，她就过得怎样的灿烂给我一个很不一样的故事的感觉，一个不同的叙述我就觉得这样子挺好的我最早是从2014年跟注册伙伴接触的，他们要培养家长志愿者，我觉得很好因为我在香港服务的时候也有家长志愿者，他们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他们进来之后，这些孩子们看见他们仿佛看见自己的父母一样，然后孩子们就把很难讲的心里话就讲出来了。而这些家长能够敏锐地看到这些孩子们的故事有哪些是没有考虑到父母的特点的，他们就会点出来。那么这些是我们作为工作者也很难敏感到的部分。那我就感觉到就是社群里面的互助还真的是很起效果。出色伙伴说要培养这个家长志愿者，我就觉得这是我能胜任的工作，工作的难度是没有的，那工作的热情也是有的，所以我就接了这个工作来做。孩子们当他们愿意向父母求助，他们会提出很具体的疑问，我如果把这个事情告诉父母了，岂不是造成父母很大的心理负担？我如果不说，岂不是对他们更好？你们有没有去了解父母现在最关心的话题是什么？你们有没有主动的去了解父母的生活发生什么变化？那显然没有因为我们大家都在外地工作平时也很忙这样子。父母在衰老，你有没有意识到？洗澡的时候摔了一跤，摔跤的死亡率是50%，
如果你的父母已经到了摔跤的死亡率是50%的时候，你猜他会在想什么？他会在想，如果我不在了，你怎么办？然后就会想，你的终身大事还没有做，我要赶紧让你去相亲去结婚，是不是很顺其自然？从父母的角度就会告诉他们说，你不结婚的话，对于父母来说，总有一件事情他是没有完成的，这件事情是要带到棺材里面去的，所以不见得你这么做是保护了他们。你不要小看父母的承受能力，你的父母会比你想象中表现得更有力量和勇敢。我觉得这个部分是重要的，这也是出色伙伴有在做的。当时是第1届、第2届好像是合在一起办，哇，好大的场面。最后我是邀请一位妈妈和一位爸爸出来做一个即兴的戏剧，我分别告诉他们，你们是一对夫妇，孩子已经去读大学了，你们各自都是同性恋。我没有告诉他们对方是同性恋，我说你们是一个同性恋，你接下来要跟你的伴侣吃一顿饭，你要在饭桌上面告诉对方你是同性恋。我们孩子长大了，我终于要把这个事情告诉你了。你想，一对夫妇，他们各自都是同性恋，然后他们也不知道对方是同性恋，然后他们已经下定决心，必死的决心，要在这一顿饭上面一定要讲，不然后面都可能没有力气讲了。所以他们是怎样的一个决心在那里争夺这一个话语权，但是话语权到自己那了，又在那里哎呀铺垫呐，哎呀这样子，哎呀多年的夫妇，恩情，哎呀养大孩子不容易，但是我其实有个事情我一直没跟你讲。另外一个就说你先听我讲我的这样子，对，他很滑稽，但是在滑稽中我们能够看到那一份深情，对家人的深情，又觉得讲出来对家人很残忍，但是又觉得我到了这一刻我还是要做自己，我还是要讲，那就真真切切的能够感觉到他们的子女要花力气去跟他们讲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千山万水，他们的孩子想去跟身边很重要的人讲自己的身份是多么的难以启齿。我觉得我们是没有办法完全理解对方的，那么我们能够体谅到对方的话，那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你去回想一下，你每次回到家，你是不是坐同一个位置？是不是还是那个光这样子打下来？饭菜是不是也是这样布置？你爸妈是不是说着说的话又问你同样的问题？你很难突破这个框框，以一个成年人的姿态去跟你的父母对话。你还是一个小朋友的角色，你要创造一些2个人1对1之间的可以聊天又舒服、舒适、安全的环境。譬如说一起去买菜，一起去钓鱼，然后在这些环境里面去询问父母、关心父母，然后也可以跟父母讲讲你自己的变化。你总有一些办法能够让父母去看到你是对自己的生活是有掌控力、有信心的。打个简单的比方，就是我有手有脚，我总能活的，我总能够打到一份工的。我生活质量下降，我还是能够活的，我只是生活质量下降而已，而不是给父母看到说，我很怕，我如果没了这份工作，我就不能够想象我未来的生活。就你看，现在我们也会看到一些香港那边的花边新闻，说有一些人本来是做演员的，现在在做茶餐厅的一些服务员，他们就是很实际的算到，我现在现金流少了，我现在收入少了，我多打一份工就是一份工，先活了再说。那我们不管同性恋还是异性恋，都要有这种先活了再说。你要呈现你的成熟的姿态，你的成熟是包括在你对你生活的规划上面。这种规划不是说我一路走向人生巅峰，而是说我会健康快乐，在这个基础上再去顾及父母的健康快乐。你怎么办？我怎么办？所谓的养儿100岁，长忧99。那其实大家就是会卡在这个位置，你是不是同性恋真的没有各自的生活那么重要。经济下行的情况下，
我们要变得对宏观的情况更敏感，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取向的。有的人喜欢看财经新闻，那有的人喜欢看跟大自然生态有关的，那都可以，就是根据你的兴趣，你还是要关心这个世界。如果你感觉到这个世界越来越变得不好的话，你可能要调整你的期待，你对自己的生活的期待。我有一位同行讲得很好，他说在他的父母或者他的父母在前面的父母，他们因为战争和自然灾害，对于他们来说，幸福就是还有家庭成员没有死，没有因为意外而死。我不是孤儿，我不是孤苦伶仃，我还有一位血亲跟我一起活在这个世界上。对他们来说，可能幸福的定义是到此就很满足了。同志的社群的互助里面就看到比烂是有积极的意义的，我们总能够找到别人比我们惨的地方，总能够比出来一些东西。那我们人总在比较当中是很正常的。随着你的生活的经验越来越多，那你其实是会越来越懂得怎么去调整你的心态调整你对生活的一个期待。我会建议大家多去交一些朋友是跟你年龄差的比较大的，尤其当你出来社会之后，你尝试去交一些年龄比你大10岁或以上的朋友，因为这样你可以看到人生的轨迹。当你到了30岁、40岁的时候，你可能正在想一些什么，你可能正在做一些什么。那倒推的话，你有没有一些你也向往的东西？如果从现在开始准备要怎么做？如果那些人已经成为你的朋友，会不会可以问问他们的一些建议？当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我们尝试从书里面学习，但我们出来社会之后，我们要尝试向活人学习。虽然我们的同事可能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理想，我们的父母家庭也未必那么理想，但他们身上总有一些我们觉得值得学习的地方，就是这样的人也能够活下去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这样，而你有一些良性的朋友在身边，他们也会欣赏你，他们也会问你你是怎么做到的？然后你就会想对我是怎么做到的？那你的信心也会越来越大。就你总要有一些朋友，你想到要拨电话给他就拨电话给他，你身边要有这样的朋友，而不是寒暄你在吗？我看你朋友圈，然后才开始有个事情对了这样子。我们要找一些朋友是想打就可以打过去的。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单元化了，你自己吃饭的时间是多过你跟别人吃饭的时间，朋友的存在就是多跟你一起吃饭。当朋友跟你一起吃饭的时候，就是你有社群小伙伴的时候，属于你的，是以你来命名的一个俱乐部是你自己的小酒吧，是你自己的小火锅店。对，那不是谁指派给你的。对，你要有自己这样的一个玩伴，因为总有一些时刻是你力所不逮的，你生活中出现一个很大的危机，一个灾难性的事件，比如生离死别是你一定要面对的，比如说家人突然进了医院是你要面对的，那么这时候你可能连一些很基本的东西你都没有办法去自己完成。有的时候可能你请朋友过来只是帮你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是你能不能过来帮我做一顿饭，也有人愿意能够过来帮你做一顿饭。所以我会常常跟我的朋友们说，我的原话是这么说的，就是人呢要有一些机会让别人爱你，因为有很多人在你身边像苍蝇搓手手一样等待着机会来爱你，但是你不提出来的话，他们就没有机会来爱你。你要有这样子的呼之能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朋友，前提肯定也是你去为他们做了很多，你先对他们肝胆相照，然后他们才会反过来在你有需要的时候终于有机会爱你。出柜归根结底就是大家要一起探索一条同性恋的道路，同性恋的生活方式。因为现在在市面上是没有同性恋的生活方式的，有且只有异性恋的生活方式。而且在异性恋的生活方式里面呢，还是很讲究的，
如果你是异性恋，你不结婚，你也不是过上成功的生活，你对大家来说还是异类，你父母也是会很忧愁你的事情。那你作为同性恋的话，我觉得你也要处理一件事情，就是好，你是一个同性恋，你有伴侣的话，你要怎么活？你是同性恋，但你是一个坚持独身的人，那你要怎么活？你如果能探索出这些路来，而让你父母也知道的，你走这些路也能走得通，那其实就能很大程度的安慰到父母对你的不安。那你说能不能够让父母彻底没有不安呢？我觉得不现实。那不安是他爱你的其中一部分，就是长忧99的其中一部分。就所以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我在同志的这个领域服务了那么久，我觉得真正令人振奋的是，大家发现同性恋这条路是能走得通的。最开始就是有人觉得我是同性恋，我也能够说出来，我也能够交友，我也能够谈朋友，然后就发展到我是同性恋，我也可以跟我父母讲的，我也可以让我父母支持我的。然后现在就发展到我是同性恋，如果我有伴侣的话，我们怎么去规划我们的生活？要不要买房子呀？要去哪个城市工作呀？要不要养猫猫狗狗啊？还是说我们都很爱孩子，怎么样设法成为一个家庭成员里面有孩子的家庭啊？这些是我们现在社群里面越来越多人勇敢的去探索，然后让更多的人去看到这些模板，或者说自己闯出来一条这样的路。那我觉得大家的幸福生活往前走的话，重要的就是怎么样去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就是自己跟自己过得去，自己跟父母能够过得去，然后自己跟自己的伴侣，或者说自己选择的生活的方式过得去。人生还是会遇到很多糟糕的，有很多很难办的事情，这些事情它只是难办，它不是做不到，它只是难而已。人真正的勇敢不是去花很多力气做自己胜任的事情，而是哭着爬着也去做自己很想做的事情，这才是勇敢。那所以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有期待，我们想努力经营好自己的生活，你有这样的一份心，你的生活不管是什么样的生活质量，我觉得都是值得去追求，值得去期待的。